平原的构图，还是我们江南水乡的啊，江南水乡这种平原构图，小桥，对吧？小船，然后啊，近景，哎，我们近景是以树木为主，对不对？哎，近景还是以水木为主啊，水木、树木、小桥、小船有一些远山啊，哎，这种平原的构图。我们还是个四尺整张，哎，今天我们还是画个四尺整张的。哎，画之前把笔洗干净，洗干净以后，笔尖调墨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笔尖调墨，笔尖调好墨以后，你看，哎，笔尖调墨，先有近景的山石，对不对？哎，先由近景的山石画起啊，起笔还是山石，先勾什么？哎，先勾山石轮廓线，你看。哎，我们每次画山石的时候，哎，先强调什么？我们先把山石的轮廓，哎，外轮廓勾出来，勾出来以后，分出它的块面结构，对不对？块面结构，你看，哎，分出它的块面结构，它这三个面啊，我们常讲的十分三面，哎，一直强调十分三面。石头它分它哪三个面？你看，对吧？前、左、右，哎，这三个面啊，分出来。哎，靠前的山石，你看到后边也是，对不对？小的山石也是啊，你也要分出它三个块面结构。哎，先把山石的三个面分出来。你看这样以后啊，看我们把山石的三个面分出来以后，你才知道山石的结构，它的立体这个关系，还有它的明暗层次怎么分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是不是分出前左右三个面后边山石也是，你看前左右，哎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对不对？哎，先把那个结构轮廓结构我们分出来，哎，分出来以后，怎样分它的明暗结构，对不对？下边就是哎，轮廓线勾出来，结构勾出来，它明暗结构怎么分？你看，哎，在这个我们村的结构线勾的结构线后面，哎，我们加村法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加村法，加村法的目的为了什么呀？哎，为了表现我们山石的明暗，对不对？哎，加我们的明暗关系，哎，加深我们的明暗关系。你看，加深了明暗关系，它的山石就有了什么？哎，就有了凹凸这个结构。看，前面是凸出来的，村的是凹进去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就有了明暗结构、明暗关系。哎，过来，你看，在我们的结构线的后面去加村，对不对？加了个村，你看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能简单的分出它的前、左、右的结构分出来以后，对不对？再分它
明暗结构。它的明暗就靠我们的村，去体现啊，靠我们村去体现。再来一个结构，你看啊，我们看不清的话啊，我们再来一个，你看，再画个结构，也是啊，画完以后，来一个，对不对？轮廓画完以后，里边结构出来，我们去加村，你看，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，稍加一点，加2笔，是不是？它就有，对吧？有了明暗的关系，它就有了明暗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它有了明暗的关系。近景的啊，我们石块分清了10分3面，然后明暗关系，分完以后啊，你看我们下面啊，10分3面，竖分4支，每一幅作品里面，山石的体现，树木的体现，我们都会包括在里边啊，对不对？每一幅作品里面，都会包括。你看啊，下面我们看树的部分，常讲，先画树的时候，树头，你看，先把树头画出来，然后下边的树身啊，树身、树头、树身，先左后右，常讲啊，先左后右，先把左边结构勾出来，左边结构，右边，看，先上后下，先左后右，这是我们树的啊，树的处理方法。过来，树身，对不对？看啊，出完树身以后，左右去出它的树枝，左右去出它的树枝。你看，我们常讲，10分3面，竖分4支。简单的啊，你看我们简单理解一下，什么叫4支？你看啊，树头一部分，左右，你看对不对？左右出树枝啊，左右出树枝。要想后面，你看啊，让它后面有树枝的话，你看给后边的出来一只，对不对？简单的我们分出树的前后左右，前后左右，这就是我们讲的啊，你要把树的这个前后左右这种透视关系，我们画出来，对不对？画出来，然后中间，对不对？树的中间，你不要说是，对吧？就是2条线，是不是？它是平的，稍微的，村2笔，就是我们树上的这种村，稍来2笔，就加一个结构，对吧？加个村的结构，它的树干，对吧？它就有这种质感，它就不是平的那种感觉。你看啊，完了以后啊，树头、树身，左边、右边，你看树简单的啊，分出，对吧？上面、左右、后面，
哎，简单的分出它树的四肢结构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我们再长树叶，你看叶子画的时候，笔锋侧过来，你看啊，笔锋侧过来，这样去点，看，这样去点。我们墨的变化啊，由浓到淡，对不对？一组，它每一组的叶子的用笔，你看啊，由浓到淡，由湿到干，这是一组，对不对？点完树头，先左后右，你看啊，这一组，你看笔锋侧过来，一组，看它自己形成一组明暗的结构啊，深浅、湿干，对吧？形成一个变化。左边这一组叶子也是啊，由重墨到淡墨，由湿到干，它也形成一个啊墨色的浓淡变化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每一组画的时候，让我们墨中调好的啊，笔中调好的墨色，哎，一组一涂，它形成一个墨的变化。你看它的墨的变化，看笔尖就是树尖的地方，哎，都是重一点的墨，靠近树干的时候，哎，就是这个哎变成淡墨，这有规律。看，然后点完前面的，哎，就是后面的小树枝，对不对？后面的树枝稍微淡一点的墨，你看我们稍微调淡一点的墨，哎，去画后面的，哎，过来，你看，哎，用淡墨，哎，去画后面的树枝，前后的这个叶子的这个前后关系，哎，就靠我们墨的深浅变化去体现，对不对？哎，靠墨的深浅去体现叶子的前后关系。哎，我们来看，这就是一棵树。哎，我们下面10分3面，对不对？交代清楚以后，哎，下边树的四肢前后四肢的体现，你看前对吧？后左右，哎，你就开始啊，我们就是先掌握它最基本的它这个关系啊。山石的10分3面，树的竖分四肢，然后后面穿插，你看啊，哎，穿插的树木过来，哎，也是啊，先画树头，哎，先把树头画出来，先左，对吧？先把左边的结构画出来，再画右边的结构。嗯，过来，哎，穿插过来，你看啊，注意它树的前后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记在，哎，我们要交代清楚前后关系，怎样去穿插？哎，过来，你看点叶树，注意，哎，我们前后点叶树两个树叶的变化。你看我们前面啊点的那种大的这种混点，到后边，哎，我们变化一下，
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画一些，我看啊，哎，画这种菊花的这种点，你看这花形，哎，花形点就和我们菊花的那种形状一样，哎，花形点，1笔、2笔，哎，3、5笔出一个啊，出一个叶子，哎，5笔出一个叶子，也是在树枝的啊，对吧？顶部我们去长那个叶子啊，你看，哎，就和我们画那个菊花，它的形状很相似，它这也是一种啊，一种点叶的笔法，哎，上浓下淡，对不对？和我们前面那个树一样啊，树头的地方墨色稍重，靠近树根的地方叶子淡下来，你看，到下边叶子淡下来，哎，要有变化。我们点叶的时候啊，2棵树，如果2棵都是点叶树的话，一定要有叶子上要有变化，要有不同形状，哎，不同形状的叶子啊。看啊，点叶完了以后，哎，你这样不是说我们全部要用这个点叶树，你看一定要有穿插什么呀？穿插一些夹叶树，对不？就是2棵树、3棵树，它形成一个组合的时候，哎，形成组合的时候，一定要有这个夹叶树去穿插其间，穿插其间。哎，夹叶树我们用什么？可以用那个圆形、三角形，对不对？都可以啊。我们就用圆形的啊，画圆形的。哎，注意它的大小不等。哎，不用画成，就是说我们画圆形的画成都是一样形状的，对不对？可以有大有小。哎，这个圆形的叶子也可以啊，有大有小。哎，不追求说，就是说啊，我画成一样大的圆圈不用，对吧？也不用画成一般大的，就是有大有小，有聚在一起的，有散开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就和我们点叶一样啊，看有聚的，有散的。哎，我们这个夹叶也是啊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哎，有聚在一起的，有散开，哎，这样出来比较自然。哎，不要说画的，哎，就是我就是画的一边大，对不对？一边大小，哎，它有大有小，这样出来比较自然，对不对？就和我们这个人一样，有高有胖，对吧？有高有低，有胖有瘦，你也不能追求它的叶子都是一半大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，哎，有大有小，追求它个变化。哎，完成以后啊，近景的，看啊，近景的树木完成以后，也可以补充啊，后边补充一些小的树木，哎，补充一下小的树木。哎，这个小树木你可以，你看啊，前面圆点，然后花形点，对不对？花形的点子，然后后面你可以用什么？哎，用这种横的，哎，用横的这种点就可以。哎，一定要它的叶子啊，你看，虽然都是点叶的树，对不对？前后
一定要有变化，它的叶子一定要有变化。哎，还有我们这个画这个国画来说啊，它的树形也是根据画面需要，哎，点叶一定要有变化，哎，一定要有变化。对，我们现在是四尺整张的啊，哎，四尺整张的。哎，左边完成以后，你看啊，右边山石也是啊，先勾什么呀？哎，右边山石，我也是先勾轮廓线，你看啊，右边山石先勾，对不对？先勾山石轮廓线，哎，勾完轮廓线以后，十分三面，你看啊，看我们侧面这个怎样去划分啊？哎，看勾出一个面来，你看前面的一个面，对不对？前面一个面，左面、右面，哎，十分三面，我们就能分出它的结构来，它的三个结构，村左右啊，你看，哎，左右去村，把山石的明暗结构，哎，我们画出来，看明暗结构画出来，对吧？它村的目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讲村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哎，为了体现山石的明暗结构，对不对？为了体现它的明暗结构，你看村的地方就是墨重的地方，它就是什么？哎，就是石头凹进去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凹进去的地方，这个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鼓起来的地方，哎，就是为了表现它的山石的明暗结构、凹凸不平的它的关系啊。在后面你看，再来一个结构，哎，上来，看把这个山石后边的轮廓，哎，勾出来以后了吧，对吧？勾好以后，哎，里边小结构怎样去处理？你看啊，过来，你看，哎，分出，对吧？分出它的前面结构左右，你看啊，分出来以后，哎，存一下，在结构的后面，哎，我存两笔，你看，哎，存了以后，后面山石是不是？你看啊，我们存的地方，哎，就是山石凹进去的地方。你看我们这一块留出的白是不是？它就是很自然的感觉，这就是什么？哎，山石鼓起来的地方。哎，所以说我们记住啊，勾出轮廓线，勾出结构，你存的目的，对吧？为了一个是表现山石的明暗，还是为了还有什么？哎，为了把这个山石它的立体呈现出来啊，立体感呈现出来。哎，过来一个小结构，小的碎石。哎，后面啊，前面的结构山石，哎，过来加一个啊，加一个结构，看，把树啊，对吧？一定要长到这个石头上面，对吧？你一定要固定住它树啊，不要说，你看画了前面石头，你画的树相对来说比较高，你石头这个树带不住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稍加一个结构，加完结构以后啊，你看再加一块一组山石，哎，它这种结构，对不对？和前面也不一样啊。你看前面是前左右，
到后面的结构以后啊，你看侧面结构，对吧？这种山石是侧面结构。哎，侧面结构我们就出了一个单独的明暗，你看和前面不同。你前面分出是3个结构，到后面你看啊，2个结构就可以，对不对？你看村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是山石凹进去的地方。你看这我们下面留白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是山石鼓起来的地方。哎，我们就在这画的时候啊，你就记住，哎，勾完轮廓，勾完结构，哎，我去用村去呈现什么？哎，呈现山石的凹凸不平的那种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把它这个立体感，还有它的凹凸不平的，哎，这种关系我们处理出来，哎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村的目的啊。哎，下面啊画个小桥过来，对不对？穿过来，让我们画小桥，先画桥板过来，哎，画个小的板桥啊，画个小的板桥过来，哎，侧面结构，你看啊，桥面画完以后，哎，桥板的侧面结构，哎，侧面结构，不是说浓墨啊，相对来说，它这个我们调墨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强调，看啊，一直强调，开始调的时候，把笔洗干净，你看啊，洗干净以后，笔尖部分调的是重墨，它的墨的变化，哎，是由浓到淡这个层次变化，不是单一的啊，不是单一的，我们用重墨去画，也不是单一的用浓墨去画，它有浓淡墨的变化，是这样的啊。哎，过来，小桥墩儿，你看啊，哎，画2个小桥墩儿。哎，你看啊，小桥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我们侧面这个结构用干笔，哎，稍擦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稍擦一下，稍擦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板桥的啊，哎，再画2条横线，哎，横线，这个板桥侧面，对吧？代表这个哎这个立体结构啊，我们用干笔哎稍擦一下，哎稍擦一下，你看过来。然后啊，右边小的树木，你看这个就我们看我们左边啊用的都是双钩的，树干都是双钩的，哎，然后我们到画右边的话，左边是双钩的啊，左边是双钩的，到右边，哎，我们可以用什么单钩的这种术法？你看我们要画单钩的术法，它是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树木，是不是？哎，它稍微远一点的树木，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？用单钩的去表现，哎，用单钩的方法去表现。哎，中锋画出树干来，然后哎出一些小枝，看啊，出小枝的时候也要注意什么呀？哎，它的四肢的体现，你看对不对？说是单钩的啊，你看树头左右前后，哎，它也有这个树分四肢的哎这种体现，哎，你看。对不对？哎，单钩的也能体现出树的前后左右它的空间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也能体现它的空间关系。
那小的，你看，哎，画树枝的时候，哎，它前后左右树枝的穿插、透视，哎，双钩、单钩都要掌握啊，我们都要掌握它这关系。然后画的时候，哎，点叶，你看，点叶也是啊，哎，笔锋侧过来，哎，笔锋侧过来，先点树头，由浓到淡，由湿到干。哎，调墨的时候，对吧？一定要注意它墨的这种层次变化。哎，我们一定要形成一个习惯啊。哎，每一笔，对吧？每一笔它的墨的浓淡变化，哎，一定要体现出来啊，一定要体现出来。哎，浓淡墨的变化过来，哎，树头让它墨重一点，稍浓一点，到下面大墨，你看，哎，到下面以后，大墨去表现。过来，哎，看啊，这树的叶子的点法，墨的变化，哎，墨的变化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点的时候啊，不要怕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老师点的快，我点的那个慢，跟不上啊。哎，我们要掌握它的方法，对不对？掌握它的方法，形成个习惯。哎，每一笔点叶的时候啊，每一笔浓淡墨的变化，对不对？一浓淡变化，哎，让它形成一个习惯。我们常讲习惯成自然。哎，你掌握了它的笔法，掌握它的这个，形成一个好的习惯。哎，形成一个好的习惯。哎，每一笔啊，每一次调墨，哎，不管是画山石、画树木，哎，你就按照这方法，每一次去调，每一次去调，形成习惯以后，很自然的啊，每一笔山石画每一组山石、树木，都会呈现那种浓淡墨的变化。然后啊，过来，小乔过来以后啊，小乔过来以后，过来中间，哎，到中间我们哎一个小土坡啊，小土坡过来，看，哎，一个小的土坡，哎，对吧？侧面结构，看，哎，土坡就是，哎，你比如说向左的，你看，哎，这种侧面结构，哎，过来，它分什么呀？哎，分它的这个，哎，这道一道道的沟壑，哎，这是一道道的沟壑，和我们前面山石不一样，山石是你看，它是一组山石，它有凸凹的部分，哎，我们后边这个土坡就是什么？哎，沟壑，你看村的地方，哎，就是一条条的沟壑，然后鼓起来的地方就是凸起来的地方，哎，这种表现方法，哎，后面演用一个小亭子啊，哎，小的哎小亭子，再过来看啊，亭子的
对不对？过来以后啊，前面是个小的河面，对不对？到后面啊，后面就是比较宽的水面。哎，后面小树丛，啊，远山无知，远树就是远树无知，远山无村。嗯，哎，我们到后面的小树枝，简单的勾两笔，哎，用比前面墨要淡的墨色，哎，去画啊，去画这种小的树丛，小的树丛。横笔，看啊，笔锋横过来，小的这种横点，你看，哎，小横点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啊，小树丛。小树丛画的时候，注意什么？哎，注意它高低错落的高低错落，它树形，看有高有低，哎，有高有低，有胖有瘦。我们常讲，你看有高有低，有胖有瘦，这个小树丛。哎，小土坡过来，哎，然后啊，岸边安排小船儿，看这种小船，我们不画什么呀？不画那种船篷。你看啊，这种平底的小船儿，哎，先画船身，你看，哎，先画船身过来，画几个船板，哎，铺两个船板就可以。你看，哎，不是啊，我们今天画的啊，这种小船儿，哎，是那种平底的小船，哎，不画船篷，嗯，平底的过来小船儿，你看，对吧？这种小船，对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对，我们画这个山水画的时候，就是说，哎，不要画那个，就是说，也不用交代的太清楚。哎，你看画几个小船，大家可以去想象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想象。哎，看啊，后面我们就画远山的时候，这个远山，哎，和我们画的平时的远山不同的地方在哪儿？我们原来画的都是哎那种，哎比较圆的，或者是比较高耸的远山。今天画的，哎，我们画那种小的丘陵，对吧？南方小河江边，对吧？河边，哎，那种小的山峰过来，哎，笔尖，你看啊，笔尖调好墨以后，那开始的时候，哎，是不是它的墨稍微重一点？你看啊，过来，哎，先把山石轮廓勾出来，把山的轮廓勾出来，哎，小的山峰，你看。哎，不是说有的同学说啊，老师是不是勾这个山石轮廓线用浓墨？
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浓墨，哎，不是浓墨，哎，这个不是那个帆杆啊，不是帆，是那种撑杆，小船，对不对？我们撑小船的时候都用什么竹竿？一个小竹竿去撑它那个，去来回，就是说过河，对不对？因为小撑杆不是那种帆船，是那种平底的小船，哎，是那种平底的小船啊。你看，哎，我们开始画这个结构线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开始的时候它重墨，稍微浓一点。你看，随着墨的变化，由浓到淡，它是这样的变化，不是说我们整个结构线你就用去浓墨去画。哎，我们画这个芥子园的时候啊，比如说芥子园，它可能就是什么？它就是一种墨色，因为它木刻水印的，它没有浓淡墨的变化，感觉就是哎呀，我画山石是不是都是一种墨浓墨去画？不是那样的，哎，它有浓淡墨的渐变效果。对，这同学说的啊，对，渐变效果。那我们皴的时候也是啊，哎，这个笔中的墨变成淡墨以后，我们去皴的时候，你看啊，重新调墨，哎，重新调墨，调好墨以后，用湿笔纸把多余的水分我们吸一下，你看，我们再去皴，是不是它的结构由浓到淡？是不是？它也有一个墨的浓淡变化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它也有个浓淡墨的变化。哎，每一笔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笔调好墨以后，画每一组山石，哎，它都会呈现墨的浓，由浓到淡，由湿到干，对吧？它都能体现这个墨的这种变化。看啊，洗好笔以后，你看啊，我每次开始画的时候都讲究什么？都讲究这个调墨的方法。你看啊，笔洗干净以后，笔尖调墨，对不对？哎，笔尖调墨，调好墨以后，湿笔纸，手里的湿笔纸吸一下水分，哎，吸下水分。你看，我们画后面的啊，后面山峰，你看过来，对不对？现在是，哎，稍微浓一点的墨，对吧？稍微重一点的墨过来，看看线的变化，墨的变化，过来，哎，它呈现的，你看啊，由浓到淡，由湿到干，哎，这就是我们调墨，对吧？我们讲的调墨，哎，在这一笔中，哎，我们能把墨的浓淡干湿，对不对？都能呈现出来。哎，这就是啊，看我们一直强调，我一直说啊，我们讲这个一笔墨，一笔墨，哎，这就是我们讲的一笔墨。哎，它在我们笔中墨的变化，由浓到淡，由湿到干，一笔中就呈现出来。对，由实到虚，对吧？由湿到干，由实到虚。所以说，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开始画的时候，对这个笔墨的掌握，对吧？一定要熟练的去掌握它，哎，一定要熟练的去掌握它。过来，你看小山峰，
对不对？这个现在知道怎么样，对吧？现在知道墨的变化，我们怎样去调出来？哎，上来，看到下面啊，你看到下面，我把它虚下来，哎，后边都是虚的山峰啊，哎，虚的山峰过来，哎，到后面都是啊，靠近水面的地方，哎，虚下来，你看，哎，后面结构，你看啊，后面山形的结构以我们这个前面这个山峰为中心，向后延伸，对吧？我们每次强调啊，山峰一定要找一个什么？哎，找一个中心，找个中心，找个中心以后，我们以中心为主，向后延伸。你看，向后延伸，过来，啊，大漠，对不对？哎，到远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大漠直接画出来，哎，直接画出来。画一座大漠的远山。远山，看啊，先用淡墨，哎，把远山画出来，哎，下面是虚下来，干笔，哎，干笔稍擦一下，哎，虚下来。墨儿干了以后啊，墨儿干了以后，我们上色，开始上色部分啊。你看，我们上色，有的同学说啊，我这个不知道怎么调色。你看，我们上色之前，墨稿完成以后啊，哎，我们开始上色。上色之前，每次都强调我们先染什么颜色，后染什么颜色。哎，都怕这个，这个顺序啊，我都给大家都先演示的。你看，我们先调赭石，你看啊，赭石、藤黄，是不是？我们每次上色之前都会讲颜色是怎样调出来的。你看，赭石、藤黄，对不对？先调，调完以后啊，染树干之前稍加一点，你看啊，稍加一点淡墨，赭石、藤黄，稍加一点淡墨。我们上什么呀？哎，这点颜色啊，我们上树干部分。你看，哎，我们上树干的部分，过来看啊，我们刚才调的颜色，这是藤黄加淡墨，大家记住啊。哎，我先上树干部分，哎，树干部分，哎，先把颜色调出来以后，先上树干，上完树干以后啊，
看前面的树干完成以后，哎，一组的树，我们去上色，后边树干，哎，上色的时候啊，要看它树干的位置，哎，都复构一下啊，你看双钩的，对吧？双钩的树，我们填色，到后面单钩的树，哎，我去复钩，看，去复钩。还有我们右边的啊，你看右边的树干是单钩的话，哎，也要复构一下颜色啊，先复构一下。哎，树干部分完成以后，再加颜色啊，再调赭石、藤黄，你看啊，还是这个颜色。我们上什么呀？上山石部分啊，山石部分暗部啊，暗部就是我们村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村的地方，赭石。看赭石，先把山石暗的部分我们先上颜色，哎，先上颜色，哎，这是开始的颜色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开始的颜色，我们先用赭石把山石暗部上来一点，哎，先把山石的暗部上完赭石，看，我们常讲上颜色，不要说一下这个调多少颜色啊，你看随用，对吧？用一点我调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用一点调一点。山石暗部上了赭石以后啊，哎，上了赭石以后，土坡地方，你看我们土坡的地方，看啊，也是在我们村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家村的地方，上一点赭石，上一点赭石，后边远山靠近水的地方来一点，到后面注意什么呀？哎，我们要注意这个强调，哎，墨重，对不对？墨重，我们颜色稍微重一点。到后面我们淡墨的地方颜色要浅一点，哎，要记住这一点啊。随着墨的变化，我们颜色也要有变化。我们常讲，对吧？常讲随类赋彩。什么叫随类赋彩？对吧？我们简单的讲，就是随着我们墨的变化，我去上颜色。哎，墨重呢，颜色就重一点；墨浅，颜色浅。哎，这是我们掌握的一个这个规律啊，掌握一个规律。下来，你看到山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看两山，对吧？交界的地方，那就是山谷的地方，我让它虚下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让颜色虚下来，哎，让它虚下来。
这需要什么？你看啊，有的同学就说我染这个虚下来这个颜色控制不好。你看啊，清水，你看啊，我们可以备一个小喷壶，小的喷壶，你看啊，哎，把我们需要，对不对？需要晕染的地方，可以用这个清水打湿一下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，你像水面，对吧？需要虚的地方，需要晕染的地方，哎，我可以用清水，用小喷壶，哎，把它打湿一下，打湿一下啊，对，四尺整张的，我们现在是四尺整张，看打湿了以后，再去晕染，你看啊，我们再去晕染下边颜色的时候，很方便，也很自然。你看啊，打湿了以后，我们晕染山谷的部分，山谷部分。现在生鲜，我现在用的纸就是我们四尺生鲜，四尺生鲜，我们小黄车里边的啊，加厚生鲜。你看打湿了以后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去晕染颜色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哎，很自然的就能哎过渡下来，它这种渐变的浅的颜色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它就能哎很自然的虚下来。这就是我们打湿了以后啊，上颜色。哎，第一遍赭石，哎，这一遍赭石。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是现代山水啊，主要是讲的现代山水，没有这个古画的临摹，没有古画临摹，我们就是主要是讲现代山水，以现代山水为主。第一遍赭石，对吧？然后啊，亮部，哎，我们开始上亮部的颜色。花青，你看啊，先调花青。哎，你如果调这个啊，你色总会跑出结构线，对吧？你控制水分，对不对？你控制水分，然后上色的时候，哎，你看啊，我先上这个颜色，花青藤黄，哎，花青藤黄。你看上色的时候，你如果想让它在结构线里面，你上色的时候，你控制它水分，一个就是稍微的啊你看我们调完颜色以后，上色的时候沾了颜色，你把笔在这个调色盘刮一下啊，稍刮一下，然后上色的时候，你离结构线留出一点距离来，你看对不对？留出点距离，哎，亮部上一点花青，调的藤黄啊，花青调藤黄调的这个浅绿色，我们记住啊，先上什么颜色，后上什么颜色。过来，你看，哎，山石顶部，对不对？山石的，就是我们留白的地方，上去浅绿色。土坡，来一点。看啊，远山，
留白，上浅绿。看，先上这个颜色啊，先赭石，后浅绿。你看，你看我们颜色啊上的时候，哎，不要说你沿着这个结构线，对吧？你可以在这个结构线里边，哎去上，看，可以这样去上。然后的水分，就是我们主要还是说掌握水分。看，调了完色以后，我们在这个调色盘边去稍刮一下，不要让这水分就是说太水分太大，对吧？你看，可以刮一下，哎，刮一下以后再去上色。过来，看这样颜色，对不对？你看它这样的颜色染出来以后，哎，可能水，对吧？能印出它的这个结构线，颜色它还是在这个结构线里面。哎，上视部分完成。哎，完成以后啊，下边就是什么？哎，我们开始染叶子，对不对？树叶的地方，花青。哎，你看啊，常用的这几种颜色，对不对？赭石藤黄、花青。来吧，花青、藤黄，稍加一点淡墨。哎，稍来一点淡墨。哎，稍来一点淡墨。哎，先点，对吧？先点这个叶子地方，看调好颜色以后，我蘸颜色，蘸完颜色以后，稍来一点，稍来这个调色盘刮一下啊，刮一下这笔。现在是干染的啊，干染，来一点。哎，先把前面这一组叶子点出来。哎，先点。哎，点完前面啊，看点完前面以后，稍加一点，稍加一点藤黄，让它后面这个啊，哎偏一点绿色，前面这个偏一点这个花青色，后面那个偏一点绿色。哎，随着我们这个墨点儿用笔，我们颜色，你看前面颜色是我们点的这个墨点是圆形的，哎，我们点的时候你就用，哎去点，到后面了，你看它是横的，这种点，哎，我们把笔横过来去点，哎，横过来去点，看啊，点完以后
树丛，哎，树丛部分，你看，也是就墨青色，哎，我们常用的啊，墨青色去点叶子，哎，树层部分，你看啊，后边小树丛也是这个颜色。颜色我们上色的时候注意什么？注意不要太花。花的意思就是什么？颜色变化太多，是不是？哎，变化颜色太多，所以说我们调色的时候注意什么？哎，一定要注意它的颜色不要太花，有统一的一个颜色。哎，远山，对吧？也是用这个墨青色，对不对？我们上颜色这个啊，这个颜色，把远山染一下。嗯，我来下边远山下边让它虚下来，哎，让它虚下来。水面墨青色，你看啊，花青就是花青啊，花青调淡墨就可以。你看花青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这是花青，花青，然后淡墨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就是墨青色。看花青淡墨调在一起，哎，这就是墨青色。调的时候让它充分的，你就是多较量，对吧？多调一下啊，多调一下，让颜色充分的啊，两个颜色墨和这花青充分的融在一起，要充分的调和。看倒影，你看倒影部分也用这个墨青色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倒影也用墨青色去画，看的倒影。小桥的倒影，你看啊，小桥倒影在桥墩的地方去画，看啊，去画这个倒影。哎，小桥的倒影，船的倒影，远山，把笔锋侧过来，看啊，把笔锋侧过来，向下去擦，向下去擦。我们水面是打湿的啊，大家记住，我们水面是打湿的以后，哎，叶子对吧？树叶画完，点完颜色，倒影，夹叶树，你看啊，夹叶树，赭石，加一点竹标，我们上去夹叶树啊，标。赭石、竹标，把这两个颜色调在一起啊，赭石、竹标调在一起。
点一个地方，你看啊，把笔洗一下，猪标稍加一点赭石。哎，你看啊，家叶树，我们画的圆的一个家叶，稍点一下。这也是打底色啊，我们记住啊，这也是打的底色。等它干了以后，我们上面还要覆盖别的颜色。我们下边啊，在给打完底色以后，等它干了以后，我们还要上面上朱标和朱砂。先打个底色，哎，来一点，哎，先打底色，打完底色以后，干了以后啊，我们再上朱标或者是上朱砂，是这样的啊。洗干净，我们下边上第二遍颜色啊，就是需要覆盖3绿。第一遍啊，第一遍我们上的赭石，对不对？我们下面上第二遍颜色，3绿。哎，3绿，藤黄，来上来一点藤黄，上来点藤黄。哎，3绿加藤黄啊，稍加一点藤黄，不是加的太多啊，稍加一点。哎，我们上这个，看啊，上在什么地方？哎，上在我们山石亮的地方。你看，看，就是我们底色浅绿的地方，就是花青调藤黄。哎，浅绿的地方上到这儿啊，哎，上一点，哎，上一点，再来一点。赭石要留出来啊，大家记住，赭石要留出来，调节画面，对吧？聊出来，我们调节画面。哎，随用随调，你看啊，把盘子的颜色用完以后，我们再调啊，再调颜色，还是3绿、藤黄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是这个颜色。土坡来一点，哎，土坡来一点。到后面啊，远山，远山，淡淡的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上颜色啊，尤其上3绿的时候，哎，我们要记住颜色要淡淡的去上。看啊，薄薄的上，颜色一定要浅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浅，不要太深。过来，你看啊，在我们原有的这个浅绿的颜色上面，哎，我们去上这个3绿，去上这3绿。
看局部上了3绿以后啊，哎，上了3绿以后，哎，让它看我们上3绿的时候，注意什么？注意和赭石它的衔接过渡部分。哎，你看它的衔接过渡部分，一定要对吧？覆盖一点赭石的颜色，让它有个过渡。哎，让它有个过渡啊。这一部分啊，这一部分是喷湿了以后，我上颜色。前面是干染的，前面这个啊，这一组山石还有这个山石，这是都是干染的。到上面这一部分，我是打湿了以后染的啊，打湿了以后染的。3绿，你看啊，稍加藤黄。看，再来一点。哎，我们可以，就是说你需要加颜色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可以趁它湿的时候，我去先调一下，你看，再来一点。哎，过来。哎，这是啊，我们3绿的部分。哎，3绿部分，局部你看啊，局部稍加一点3青。3青也是啊，稍加一点。你看，加在什么呀？也是加在山石的这个顶部啊，在顶部稍来一点。主要还是以这个3绿为主，对不对？还是以3绿为主。局部稍来一点，远山。看，哎，整体的啊颜色。下边就是啊小船儿，这还是有点湿。那小桥，赭石啊，这是淡淡的赭石，染一点。哎，稍染一点。看，哎，淡淡的赭石啊，染一点就可以。这个后面的亭子也是啊，赭石、淡赭石染一下，小船儿。哎，赭石，看这个小亭子、小船儿、小桥，对吧？都是赭石啊，赭石染一下。